6月1号儿童节，看到 NV 发布会这个价格的时候，感觉 NV 这次算是为玩家做了一波贡献。价格我个人觉得是合理的，因为性能已经测试完了，这期视频就会给大家展示。NV 这次虽然看起来是为玩家做了新的产品，但是诚意是否到位，还得看货源以及市场价格。我真心不希望这是空气显卡，同时也不希望是个虚空的价格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新显卡吧。这次我拿到了微星的旗舰级非公3080钛超龙，我们之前在2月份的时候就做过微星3090超龙的相关视频，不过显卡已经还回去了，所以这次不能给大家进行它们详细的对比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包装，整体风格给人有比较简约的感觉。打开包装，里面就有一张定制的鼠标垫，然后可以看到一个信封，里面装满了不用看系列。最后就是显卡的本体以及显卡支架了，这个显卡支架的金属感十足，给人用料非常扎实的感觉。当然了，就是因为显卡的重量和用料程度，才配有这样的金属显卡支架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显卡的外观，显卡是3风扇设计，3槽厚度，整体外观上和我们上次的3090超龙没有明显的区别。在灯光方面，3个风扇只有2个风扇右侧有灯光点缀，依然还是觉得有点小别扭。而顶部的灯光以及背板上的龙魂信仰灯还是非常颜值在线的。从正面仔细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风扇后面的散热鳍片并不是整齐排列的，而是做了一定的处理，可以增大散热鳍片的散热面积，同时也可以降低气流的噪音。显卡的顶部我们可以看到提供了3个8pin供电接口，这是相当豪华的规模了。另外还可以看到一个 BIOS 切换开关，可以设置为游戏模式或者静音模式。在后面的性能测试中，我们都是开启的游戏模式。显卡的侧面接口就非常常见了，和我们之前测试的30系列显卡基本一致，3个 DP 1.4接口以及一个 HDMI 2.1。显卡背面采用的是双向拉丝纹理金属，做工和用料也非常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拆开看看内脏，哦不是核心，核心是 GA102-225-A1， 这个 GA102 是和3090一样的核心。那我们看看这颗核心做了哪些阉割吧。老黄精准的手术刀最直观的阉割就是CUDA核心小砍了256个而已。3080钛一共是有10240个CUDA核心的，而核心代号 TDP 等都没有变化，变化最大的只不过是显存容量而已。而这颗显存容量由24G 变成了12G， 可以说是对游戏性能来说没有多大的影响，除非你真的是8K 分辨率的3A 游戏玩家。还有一个游戏玩家定制的改变，那就是限制挖矿性能，希望发生在3090身上的事情别再次发生了。等会我们也会测试挖矿性能。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超龙给了21项供电以及7热管的散热。说完外观和拆解用料，我们就实际上机看看这张3080钛超龙的表现吧。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测试平台， CPU 是8核16线程的 i7-11700K，11代酷睿确实在单核性能上提升非常大，就是太热了。散热器是搭配了安奈美的红彩精灵360水冷，主板是微星的 G590ACE， 内存是影驰的星耀3600频率2条16G。我们在 BIOS 里面是开启了 Gear One 模式，是没有分屏的。系统硬盘是凯霞的 RC10 500G， 电源是海运的巨叉1000。测试平台还是开放式机箱 BC One。首先是理论性能测试，3090超龙我还回去了，但是上次借来的 TUF 3090还没有还，所以有些数据我就一起测试对比了。首先是最好玩的游戏3D Mark， 无论是代表 D-12 的 Time Spell、Time Spell Extreme， 还是代表 D-11 的 FSE、FSU， 甚至代表光追性能的 Portal Roll， 每一项测试都是3080钛超龙更强一点，但是强的并不多，大概也就3%左右。接下来还有国际知名度最高的测试软件娱乐大师，我把经典版和正式版都测试了，结果和3D Mark 大差不差，依然是3080钛超龙更强一点。看来旗舰非公是相当激进的呀。等会我们在烤机测试的时候就知道原因了。接下来再看看游戏性能测试，我跑了5款自带基准测试的热门游戏，结果挺让人意外的。TUF 3090和3080钛超龙打的是有来有回，无论是 2K 分辨率还是4K 分辨率的结果都是类似。有些测试是 TUF 3090高一点，有些是3080钛超龙高一点，帧数并不能拉开明显的差距，我只能说是5-5开吧。另外我专门看了一下显存占用的情况，在这些游戏的测试中，古墓丽影暗影开启光追并开启最高画质，在4K 分辨率下运行是最吃显存的。我们可以看到显存占用为大约10G 左右，所以12G 显存应该是正好可以满足玩家在4K 分辨率下的3A 游戏体验。如果家境贫寒想体验8K 分辨率的话，那还是加钱上3090吧。当然，现在市场上显卡的价格是由挖矿性能来决定的，已经成为大多玩家的
共识了。这张3080 Ti 确实在挖矿性能上做了阉割，我们可以看到算力会从63开始慢慢下降。当我以为会一直下降下去的时候，它停留在了57.21。相对3090来说，确实挖矿算力有了接近45%的限制。3080 Ti 拥有与3090差不多的性能，却只有大约一半的挖矿算力。我认为 NV 这件事情还是做的有点两面三刀，既想得到玩家的认可，又不想得罪矿主的感觉。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我老黄，你们的钱我全都要，我全都要。了解。那让我们梳理一下思路，兄弟们，现在3070不锁算力的显卡市场价格是多少钱？知道的兄弟们麻烦在弹幕打一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3080 Ti 拥有更高的算力、更强的性能，你们觉得消费者可以原价买到吗？测试到这里我就开始有点心虚了，再测下去真的有必要吗？庆幸的是，以太坊的价格现在并没有大幅上涨的趋势，挖矿难度也越来越高，回本周期越来越长。据我所知，矿主们购买新卡的意愿已经不强了，所以我真心希望 DIY 电脑市场可以恢复正常。那么接下来的测试还有所意义。我们对这张3080 Ti 进行了烤机测试，才明白为什么这张3080 Ti 超龙可以在跑分上战胜 TUF 3090，同时在显存减半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在游戏性能上5开。因为这张旗舰非公3080 Ti 给了非常激进的功耗策略以及频率优势，在甜甜圈烤机下，频率依然可以和游戏时的频率一样，保持在1935左右，而 TUF 3090在烤机状态就没有这么高的频率了。这张超龙的功耗策略也是非常激进，风扇拉满之后，甜甜圈烤机功耗可以飙到370瓦。这里要说一下，甜甜圈烤机的时候显存占用并不高，距 DDR6X 的显存功耗还是很大的，估计显存如果跑满的话，显卡功耗可能会达到400瓦左右。最后我们还对散热性能进行测试，在默认风扇转速下，烤机10分钟，风扇为1800转左右，核心温度为69度。如果把风扇拉满3000转，烤机10分钟温度才58度。看来3080 Ti 超龙做的散热优化以及用料确实配得上是旗舰非公水平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微星 RTX 3080 Ti 超龙的评测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祝兄弟们都可以买到价格合适的显卡，早日下猴山。觉得我们视频还不错的话，欢迎一键3连加关注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